今天不跟你聊高深的宏观经济，我们来聊一个华尔街大佬们玩了30年最喜欢的白嫖游戏。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日元套利。别被这个专业的词吓到了，用大白话解释，其实就跟小学生下课玩的小把戏一模一样。想象一下，你们班上有个叫小日的同学，家里特别有钱，但他脑子可能有点轴。他公开跟全班宣布，谁来找我借钱，利息基本等于0，借多少有多少。这时候，班上最精明的学霸小美发现了这个漏洞。小美立刻找小日借了100块钱，1分钱利息都不用给。转头，小美把这100块钱放贷给了隔壁班急需用钱的同学，1年能收5块钱的利息。你看，小美自己1分钱不用出，光靠当中间商，1年就能白赚5块钱。在金融圈里，这100块钱就是日元，小美就是华尔街的那些大庄家。过去几十年，这帮人就是用这种方法，从日本借了天文数字的低息日元，然后转手去买美国高收益的债券、股票或者炒高硅谷的 AI 科技股。他们躺着就把钱给赚了，简直爽翻了。但这世界上哪有永远不穿帮的骗局？2026年5月，这个玩了30年的游戏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因为那个一直借钱不收利息的小日同学突然顶不住了。家里物价飞涨，再不收利息，自己家就要破产了。于是小日一拍桌子，宣布从今天开始我要加息了，借钱必须给利息。这一下，整个华尔街的交易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那些借了巨额日元放贷的大佬们全都傻眼了。以前是0利息，现在不仅要给利息，而且因为大家都急着把手里的日元还回去，日元开始疯狂涨价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小美借了100块，现在可能要拿110块才能还得清。这下白嫖游戏彻底玩砸了，变成了可怕的大清算。为了不让自己破产，华尔街的大佬们只能做一件事：砸盘变现。他们必须连夜把之前买的美国股票、硅谷的 AI 芯片股，还有各种基金统统卖掉，换成钱去还给日本。所以你最近要是看到全球股市莫名其妙的集体暴跌，自己手里的基金绿的发慌，别到处找原因了。根子就在这里，不是那些公司不赚钱了，而是华尔街的这帮赌徒为了还日元的债，正在全球疯狂卖资产凑钱呢。大象转身，踩死的往往都是蚂蚁。这个横跨全球的套利链条，只要断开一截，震感就会顺着网络直接传导到你我的钱包里。但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悬念还在后面。日本才刚刚试探性的加了一点点利息，全球金融市场就已经开始鸡飞狗跳。如果今年下半年日本迫于压力继续把利息往上加，那些至今还没把窟窿补上的大金融机构，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轰然倒下的雷曼兄弟？到了那个时候，这场大清算又会把谁的资产彻底清零？有人觉得这只是暂时的阵痛，等大家把钱还完了，市场就会好起来。但也有真正经历过海啸的老法师说，华尔街借的日元实在太多了，现在的抛售可能仅仅是个开始。你觉得呢？这场日元引发的多米诺骨牌，最后会砸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吗？你在最近的理财或者消费里，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反常的变化？去评论区聊2句，哪怕只是说说你的直觉。这里是资本暗面，看清财富背后的阴影，你才不至于成为代价。我们下期见。